各位，馬英九基金會的這個事兒啊，再鬧下去的話，老年痴呆馬英九就得把自己給弄到監獄裡邊去。為什麼呢？這個事兒呢，越來越笑話了。因為這個金小刀啊，不是在那個記者招待會上亮出一張蕭旭岑拿着一大捆現金和一個台商的合影嗎？然後呢，金小刀就指責說蕭旭岑这個錢是有沒有可能去了你的口袋呢？結果呢，蕭旭岑在採訪中爆出來了更大的料，而那個捐款的台商也站出來了。根據梅花新聞的報道，廈門的台灣協會的會長台灣企業這個聯合會下屆的會長候選人韓盈煥25號對記者表示，他確實曾請時任馬英九基金會的執行長蕭旭岑轉交了一筆100萬台幣的現金給馬英九個人，而不是給基金會。金富聰亮出來的那張照片就是這個照片那有人說那不就证實了嗎？那证實了那个蕭旭岑確實是收錢了。這個韓盈煥是誰呢？1991年他呢到廈門投資設廠，向來很低調，在大陸只專心做自己的事業，幾乎不參加這個台胞協會的活動。即使2022年接任廈門的這個台胞協會的會長，活動也僅限於廈門的台商圈。因此呢，這個韓盈煥競選這個台灣企業聯合會會長之前呢，大多數的台商都不認識他。由於民進黨執政，再加上已有地方那個台灣協會的會長因替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拉票而獲罪入獄，很多的台商即使支持國民黨，要捐款給國民黨的人士，也比較不願意透過捐款賬號捐款。韓盈煥是1958年出生在新竹山區，現年68歲。1991年到廈門投資，設立了廈門東亞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門產銷空壓機，自創了捷豹品牌，也在大陸的內外市場佔有一席之地。2021年7月20號，廈門東亞機械工業在深圳正式掛牌上市，成為2021年廈門第2家 A 股上市公司。這是一個在大陸就是很有成就的一位台商。這個100萬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蕭旭岑揭露了真相，揭露真相之後，馬英九倒很有可能去坐牢咱們來瞧瞧吧。好哥，那我們想先跟您問一下，就是今天早上基金會這邊召開的記者會，然後來拿出就是你跟一個台商手上拿現金的這個照片，那這個部分他們是說沒有入賬，你怎麼看這個事情？這是到底怎麼一回事？有人說他們覺得這張照片是一刀斃命哦，事實上我覺得是對他們一刀斃命。這張照片證明了我有努力工作，幫基金會或者是馬英九募款，然後有這個錢馬上就交給基金會的同事。那這筆錢，因為我們堅持基金會的款項一定要入賬，一定要開收據，但是有企業跟或者是台商的朋友希望捐給馬英九個人，所以這個就希望不是捐給基金會，所以這個錢的款項非常清楚。那我想，如果我這筆錢要私用，我根本不會大大方方的拍照，所以這張照片反而證明了我是坦坦蕩蕩、光明磊落，而且金先生他們也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說有1毛錢進入我的口袋。反而證明了這筆錢都是用在公用，完光只交給了隨扈，全部用於馬英九個人跟公務的支出，包含馬總去日月潭泳渡，包含馬英九的年曆、春聯等等相關的物證都非常清楚，提交給調查小組。調查小組經過嚴格的審核之後，
認為我們沒有不法，所以這張照片只能證明了我們說的都是事實，而且沒有1毛錢流入我的口袋。那另外想問，就是他們有指控說你有被問，有跟同仁交代，如果马問到你他不知道的事情，他透過新聞才知道，然後你就跟他講說你講過了，只是他忘記，那这個事情怎麼？那個是片面的資訊，我們都有完整的記錄，包含那位同仁他自己的對話記錄都承認，我有跟馬每一個都報告，而且他也有跟馬總報告，我報告過了，這些都有對話記錄留下來。但我想重點不在於這裡，重點是在於我們都有報告，但馬總自己忘了。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也不用再去多說了。包含他們說11月7號會10週年，為什麼不讓馬總去？很簡單，因為10月28號榮總的醫生就已經請夫人告訴我們說不能再排任何公開活動，但是因為11月1號曾麗文主席就職已經答應了，已經媒體都知道了，所以我們才協調馬只出席不致辭，但是媒體仍然拍到他大哭的畫面，所以馬家人跟我們商量，也有讓馬知道，雖然他不一定接受，就是請他不要再出席公開活動了。今天所有的問題可能都來自於這裡。那我們很遺憾馬個人有健康疑義，但是利用他的人不斷的去利用他的記憶的落差，不斷的去利用他現在的健康狀況，去攻擊、去鬥爭、去傷害無辜的家庭。我決定不會容忍，我站出來。我今天我要控告金溥聰先生、戴霞玲女士以及那位姓黃的律師，等等。他們在明明知道調查小組已經做了嚴謹的查核，證明我們是清白的，今天還執意的開記者會，用抹黑的方式來污衊，我覺得絕對不能容忍。我已經委任律師要控告他們這些人。所以陳哥想跟您請教一下，因為其實他們這個記者會裡面有指控說，其實王光子他曾經私下拿出120萬元的現金，說這是周轉金，然後說交付同仁，而且他說這筆錢是您給的。那這部分這筆錢的這個來源是不是可以拜託您解釋一下？那就是我不知道他怎麼跟同仁講的但是反正這筆錢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企業界或者是台商的朋友要捐給馬個人的，不是捐給基金會的。那我們在2024年3月向馬報告之後，他指示一切用於公用，所以王光慈秉持了馬英九的指示，一切用於公用。剛剛我講了，包含日月潭泳渡，包含馬總的春聯掛歷，包含馬總送人的禮品，這些都有單據，而且都已經有經過調查小組的核實，所以這筆錢的來源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這筆錢全部都是給馬英九個人，所以王光慈怎麼跟隨扈講我不知道，因為我指示這些錢交給王光慈，我不管錢嘛，所以如果有的話，我就直接拿回基金會給我們同事。那至於同事怎麼運用，一切秉照馬的指示都用於公用。那還有一個就是，他們有指出說，今年2月就是去那個國共智庫論壇的時候，然後就說馬不知道，然後還說就是光姐那邊還自己用基金會的錢買機票過去會合，那這個部分馬知道嗎？第一個，馬英九絕對知道，但他忘記了。第二個，請問馬英九基金會參加國共兩黨智庫論壇有問題嗎？這樣不是反而對馬英九基金會在推動兩岸交流是正面的嗎？什麼時候這種事情變成一個罪狀？你們不覺得很好笑嗎？哥，因為其實那個金溥聰公布的，就我追問一下，他公布的那張就是您跟台商的照片，然後他特別提到說，問你說你不是說你沒有經手錢嗎？那就是這部分你是不是可以再幫我們？我昨天的聲明我講我沒有管錢，的確物理上我好像碰到那筆錢，但是事實上馬上就交給我們管財務的王光慈，因為馬英九曾經說過，這個馬家人也可以證明，王光慈負責他所有的財務，而且他授權他處理，這個是2月25號也公開在金溥聰先生面前講的。那你說我說我沒有管錢是事實，因為
這個錢怎麼運用或者是怎麼處理，我不會過問。但是今天有人托我說要支持馬英九，那物理上我總是要把它交給這個王光慈吧。這個部分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我覺得金先生認為可以讓我一刀斃命，反而證明了第一，沒有1毛錢進入我的口袋；第二個，我工作認真，完全遵照馬英九的指示。他今天的這些指控完全沒有辦法證明我有任何問題，反而證明了我是沒有問題的。巨成哥，那他們有另外提到說，小公姐那邊有拿120萬，然後發尾牙跟績效，這個跟你剛剛說，跟剛剛你那一筆是同一筆嗎？還是有另外？就是所有捐給馬英九個人的錢，馬指示都用於公用，都由王光慈進行。我剛剛提過的，包含日月潭泳渡、春聯、掛曆，包含年終獎金，所有用於公用的錢，就是這筆錢。調查小組都已經完全的掌握了，所以我呼籲調查小組盡快公布報告，讓社會大眾知道。副主席同樣想請問，就是今天金溥聰秘書長也有說，就是在這個基金會的過程中，您接任副主席之後，還有領取基金會的薪水，然後還說您的這個薪水在這一般的文教基金會來說是看起來還蠻高的，這樣，那您怎麼回？你們不覺得這個問題很可笑嗎？我們幫基金會，很多人認為我們幫馬英九基金會創造了許多的這些兩岸交流的活動跟價值。那這些問題在調查小組聽起來，我聽說他們覺得很可笑。我們是拿錢沒有辦事嗎？重點是在於這個，我們在基金會做的事情都是對基金會有幫助的。我個人是覺得最早指控我這個是這個部分而已哈，叫做所謂的違反財政紀律，這個在外面會嚇掉大牙。所以我認為這個只顯示了金先生對這件事情的認識並不清楚，而且格局比較小。主席，我想請問一下，你有在你的聲明當中提到說，今天金溥聰秘書長本來要出庭，是不是？所以說你認為他對今天開記者會這樣的行為是一個挾怨報復嗎？他當然是挾怨報復啊，因為你看他告我的案子，今天才要開庭嘛。那很多人認為說他的動機是什麼？我也不曉得，但是顯然他是對我有所挾怨報復，認為我阻擋了他見到馬英九。但是事實上2024年1月侯友宜陣營不讓馬英九上台，馬總非常不諒解金溥聰，多次的跟我這個抱怨或者是痛斥，說金溥聰過去很多年做了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我不斷的去勸馬英九，今年2024年1月29號，我還寫信去勸馬總說，不要再在意金溥聰的不仁不義、忘恩負義。馬總回信給我說，就照我的建議辦理。但他現在都忘了，我只能說，我個人覺得金溥聰是挾怨報復，沒有關係。今天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我會告他，因為他不斷的誹謗我的名譽，假借馬的狀況，這個我覺得是不能容忍的。巨成哥有打算什麼時候對他提告嗎？然後對他提告的是誹謗，還是說其他？我要跟律師討論啊。我反正不止金溥聰，還有戴霞玲跟那位姓黃的律師，只要有對我產生污衊的這個事實，我都會採取法律動作。我們想要請問一個部分哦，就是因為今天那個金溥聰他有提到說，稍副您告知辦公室的主任，如果馬看到新聞說我在大陸，你就跟他說我報告過了。然後他說隨扈是不忍心看到馬被糊弄，所以留下來把揭露這些事情。沒關係，我們可以公布更完整的所謂的賴群組記錄啊。我相信盧主任是個老實人啊，我們當時有很多請他報告，我自己報告都有留下記錄啊。重點是在於我們都有報告，不能夠只截這一兩個，而且更重要的是，連現在還留在基金會的同仁都承認馬總是一講了之後就忘了，那也沒辦法，這個事情就是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必須要講清楚。我們有報告哦，你就像我剛剛講的，污衊王光慈11月7號不讓馬英九去會10週年，事實證明是醫生建議他不能再去了。了解。就是針對那個剛剛金溥聰也有特別講到說，包含王光慈有曾經希望說讓馬前可以變成榮譽董事，那接下來由這個其他人來接董事，那還有退租辦公室以及坐車等等的問題，似乎要持續的架空他，而這些狀況看起來都沒有讓馬英九的這個董事長知道。請問，如果醫生建議他不能夠再有公開活動，王光慈跟家人還有同仁討論到如何去因應馬英九沒有辦法再露面這些事情，這些想法有錯嗎？我個人覺得金溥聰完全不知道前因後果。第二個，這個有關於金溥聰也指控王光慈這個對馬屁不見面這件事情，事實上是王光慈身心受創。哦，這個部分我們也都不忍心講。那我們只是譴責說，金溥聰不應該利用馬的健康狀況，將他不一定知道的事情任意的擴大而去攻擊。哦，今天馬家人都已經提出輔助宣告的申請了，那代表馬真的應該要退休休息了。那對辦公室或基金會怎麼處理？這本來就是應該要對社會負責的事情。你怎麼可以因為好像一副說這個我們要架空馬，我們是所有的一切都有遵照醫囑。我必須強調一次，所有的一切的一些決定跟行動都有經過醫囑的同意。你剛剛有提到說王光慈跟馬總不見面是因為有一些身心的狀況。我不知道記者会他们有没有提，因為他們給調查小組的，據說有一點就是在質疑王光慈都不見面，他有講他躲到桌子底下之類的。有。那我想王光慈看到馬就會發抖啊。那是發生什麼事嗎？那我只能講到這邊，因為馬健康有疑義哦，所以現在金溥聰利用馬健康有疑義，不斷的去大肆攻擊我跟王光慈哦。但問題是我們也有家庭，我們不能夠縱容這樣的這個謊言不斷的去持續哦，所以我已經決定提告金溥聰等人哦。因為他們就是典型的挑撥馬家的感情，敗壞這個社會的信任，讓馬英九的形象不斷的掏空。我覺得這已經是人神共憤了。那尤其是戴霞玲等人哦，幾乎是助紂為虐，這個我覺得我看不下去哦，就是這樣。我覺得他們要為歷史負責，歷史會記住他們醜陋的面孔。再來是蕭旭岑對媒體說，他所有事情都有跟馬報告，去交流有跟您報告，回來有跟您報告，你也囑咐要跟對方打招呼，現在卻懷疑東懷疑西啊。事實上，馬英九辦公室主任證實，過去1年蕭王兩人多次進出大陸啊，許多的行程都沒有讓馬董事長知道，他不可以因為馬英九身體的狀況就欺騙他，就欺負他。今天事情發展成這麼大的風波，不是我們一開始所願。因為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非常低調的處理，一再強調是基金會的內部整頓，整頓財政紀律。但是因為蕭旭岑他個人啊，在外面的片面之詞啊，造成了外人的介入啊。那王光慈呢，也並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話啊。所以我認為他們應該負很大的責任，今天會鬧到如此大的風波啊，因為我們都是被動啊，一再的不想把事情擴大，但是他們一再的苦苦相逼的感覺，讓人非常不舒服。王光慈有跟每個人提到，這筆錢呢是來自台商的捐款，並且強調今年的年終獎金是給現金，大家不用繳稅。當晚尾牙期間，王光慈再次有提到這筆台商捐款不必繳稅啊。蕭旭岑當時也在現場啊。往年基金會年終獎金發放都是以薪水轉賬的方式，今年是第一次改用現金發放。經過會計師的這個統計啊，這筆總額啊。不是會計師統計，根據我們這邊基金會自己的統計這筆總額錯額大約是170萬到200萬的現金。那
因為這個基金會有跟會計師做查賬，也是就發現根本沒有入賬哈。所以王光直這樣作為，基本上就已经是完全違反了這個財政記錄哈。這一張呢是蕭旭岑一再強調自己從來沒有接觸過台商捐款，沒有碰錢。那這一張是從王光直電腦硬碟取得的照片，上傳的日期是2023年10月。我們查了前後1-2年，也有請這會計師事務所幫我們去對賬，都沒有找到類似金額的入賬記錄。我不知道這張照片呢，他們要如何解釋啊？王光直的簡訊曝光，就是有10周年研討會，但是並沒有讓馬出席，他怎麼會有如此大的權力決定這件事情？我想今天花這麼長的時間呢，把這個所有的調查的細節跟各位做一個報告。我所引用的都是我在現場參與這個內部調查的時候，有律師剛才也講過，就有錄音為證所有的可以接受檢驗。那我想這件事情呢，今天應該可以讓社會來做公平就是馬東一直堅持的清廉，是不是應該尊重他的意願？即使他身體有狀況，但是他在跟我們討論這些事情，我想律師這些都可以作證，他是清醒的，他是意識非常清楚的。我跟他講到，就是說，真的是我已經在過去2個月看到他無數次講到消亡案的時候，他眼眶就泛淚，這是令人非常不忍。所以不要口口聲声說保護馬總統。我不知道台灣的慈善法是怎麼規定的啊？顯然，這個台商給馬英九個人的錢，馬英九沒有入慈善基金的賬，對嗎？這是不是違反了台灣的慈善法呀？蕭旭岑說這個錢他一筆都沒拿，都有這種支出記錄在裡邊。那個金小刀把這件事情給挖出來，那金小刀的腦子實在是壞掉了，對吧？那全是水啊！那馬英九才是這個基金會的，應該來講是那種最高負責人吧？啊，那這個法律責任違反慈善法，或者說是至少你涉嫌到偷稅漏稅了吧？給你100萬現金啊，你不報稅嗎？那馬英九是不是要為這個事兒出來承擔罪責呢？馬痴呆呀，搞來搞去，把自己快给搞进監獄裡邊去了。哎，這是好事兒啊，報應唄。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